我吵到你啊？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就觉得奇怪，我在听耳机，怎么会吵到你？我梦见 Mr. Fassi 吵掉我，惨了，一定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梦和现实是相反的，所以很有可能是你吵掉他。我不想吵他，也不想被吵。我看这个 video 还是不要做了。不要太迷信。可是我刚才看到 Mr. Fassi 的脸真的很恐怖，我不想再多看一次了。如果他看这个 video 就吵掉你，就代表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老板，留在这样的公司也没有前途，还不如离开算了。离开？那我哪里有收入？我很需要这份工作的。不怕，你有我啊。虽然你很爱吃，可是不爱 shopping， 很容易啊。我才不要做寄生虫。知道你有骨气，不然你早就让我帮你还债了。你放心，老板通常是同一种 pattern 的，我最了解怎么应付他们。简单来说，需要听话，可是又不能太听话。听不懂哎。就拿我来说吧，我老板出一个 idea 的时候，会问我们好不好。如果当时所有人都说好，他就会觉得我们只不过在附和他，完全没有料。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适当的说出自己的意见，可是又要说一些吹捧的话，说其实他的 idea 是最好，保住他的面子。他就会认为我是个有想法又听话的属下。难度这么高，如果我学你的话，一定很容易就踩到地雷，然后就嘣。昌喜苑，你相信我吗？我说可以就可以。那我帮你煮一些水煮蛋。干了不狂，害我听不到我的口哨，我买不到我的包包了。我知道，小声点，阿妈要钱了，阿妈要钱了。嘘。阿妈，你很凶的，你帮我骂他 ，OK？ 阿妈，大哥，放工了？哪有？我今晚是夜班，本来要去载个客人，半路上盛军打电话来接我去了。那是因为狗没有钱，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啦。不是这样的，女朋友自己出去喝酒，结果喝醉了，男朋友还得把她接回来。如果换成是我，他才不会管我呢。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啊。还有我，还是女儿贴心。人啊，有你在真好。喜悦有你这么个好姐姐照顾，真的要谢谢你啊。他也很照顾我的。好了，不说了，我去工作了。啊，不要做工了啦，都这么迟了。没事的，待会儿我们说好啊。拜拜，路上小心哦。哎。做了妈妈还能出去玩得这么疯，还真是幸福。这代表狗真的很爱彪啊，而且他很有爱心，愿意帮忙照顾乐乐，他真的是最佳 boyfriend。我知道你是他的粉丝，可是不用那么努力美化他的。妹，润毛巾。哦。妹，好了没有？快点啊！再等一下。不卸妆一晚又不会死，你需要为这种芝麻绿豆小事紧张吗？哎，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要是明天早上表哥起来发现他的脸长痘痘啊，那就不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了。我告诉你，你能不能有一点出息？如果你是我弟，我一巴掌拍死你。我觉得狗很浪漫啊，要是我 boyfriend 帮我卸妆的话，哇，真的太 sweet 了，太 sweet 了，听到没有？还是我老妹懂得欣赏我啊。常胜军啊，你怎么会搞到今天这种地步？整天跟这个女人团团转，还要劳烦你爸跟你妹帮你擦屁股。之前那个充满壮志豪情的男人在哪里？之前紧张穿短裤的嘛。之前我是全编，只不过现在我是全编之一嘛。哎，你现在是不要提了。狗，阿妈说你明年就会转运了，现在只是乌云遮住了太阳。不是这个乌云太大片了。什么牌子的乌云那么大？3年了都还在，至少你要动一下手才能推开它嘛。我老了，推不动了。老你的头，你才30岁。30岁够老了。哎，你不要26岁生日要到了。啊！兜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看。狗很贴心啊，他是个暖男。哎，
珍，我知道你有很多罗邦啦，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想买一个名牌包包，把那个价钱不要太名牌的，可以吗？白伟已经暗示我很久啦，所以我已经知道他要哪一款啊，这一款没有别的款式也可以的。帮你倒是可以，可是你不能只买给 Bell， 你妹呢？她也帮你很多啊，至少要慰劳她一下。哦，我就不用了。他说不用了，我送你一个，我再送你一个，双送。真的、啊？谢谢狗。不要！哎，我热毛巾。哦，可以，装。这是我去庙里开过光的，送给你开张大吉，你一定要带着，保佑你大发。双眼亮晶晶，帮我看清 enemy； 牙齿尖又利，帮我咬钱币。好不容易，我终于能够创业了。首先，我感谢我的阿嬷。妈，谢谢你。你每次有好东西，都会先给我们，自己都不舍得吃。现在还把我老本拿出来给我创业，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将来我一定让你过好日子，享幸福。爸，谢谢你把退休金都给了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的。谢谢你一路来都这么的支持我，谢谢你一路来的陪伴，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都会在背后支持我。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完成梦想，帮你上最好的厨艺学校。谢谢狗，恭喜你终于当上老板了。喂，今天是好日子，你们干嘛搞到这么 emo？ 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还有支持，有阿嬷的神龙玉牌，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祝你发！耶！在那边，杰森呢？你们是谁啊？我怎么知道杰森在哪里？我也在找他啊。他欠我们钱怎么办？他也跟你们借钱啊？杰森不在，你来还。杰森不在，关我什么事啊？啊，又不是我跟你们借的。他是用你店的名义借的。几时还？狗，你为什么欠这么多卡债？那个杰森啊，人家借了钱就跑，结果我要负全部的责任，哪里有钱还？只有用 credit card 咯。结果越还越多，越欠越多，连利息都还不起呀。那怎么办？你觉得肝可以卖多少钱啊？还是肾可以卖贵一点啊？不，我觉得卖肝比较好。我听说啊，肝割掉过还会长回去的。狗，你不要乱讲话啦！你不要泄气，我会帮你的。行啊，
不能害你，不能拖你下水的啊。狗，你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妈妈生病了，在医院，我从高处摔了下来，摔得很严重，你抱着我一直跑，跑得很喘，也没有丢下我，一直把我背到妈妈的病房。你那时候没有放弃过我，我现在不可能放弃你，你更不能放弃你自己。总之，不能让阿妈和阿爸担心，我们一起努力，慢慢还，一定能还清的。你看，那些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人可是很有钱，一定有girlfriend，对不对？像我们这样长得这样帅的可是没有钱一个girlfriend都没有。哎，养金鱼啊 ！Shut up 啦！哎，我已经这样惨了，你可以陪我回家吗？哦，等一下。哇，这就是你的 boyfriend 啊？他叫什么名字？常胜军，好听吧？很帅哦。他是老板，自己开手机店，虽然不大，不过还是自己的生意。这么年轻就当老板啦？还好啦，我的要求不是很高，有房有车就行了。好了。喂，你的 order 好来不及送，人家人呢被 customer complain 啊。对不起我骗了你。别人都说我有双锐利的眼，任何走进店里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冒牌货。所以你早就看穿了我。我看中你，不是因为你有车有房子，我是喜欢你的善良和贴心。我已经很久没有遇见像你这样关心我的人了。真的不生气？你没有瞧不起我？我从来就没有瞧不起你，所以我希望你也不会嫌弃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乐乐，乐乐，这是妈咪的好朋友，快叫阿公。阿公。没有。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遇上你和乐乐，你们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在我最迷惘的时候，你们给了我一个生活的目标，让我知道为什么而活。我答应你们，将来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
喂，醒了。我找到了2个外国女厨神，一个来自泰国，一个来自韩国，她们都很擅长做家常菜。你看一下啊。The garlic paste I using come from the beautiful farm. They use all natural herbs that they planted. 这个 video 真的剪得太好了！你给你老板看，他肯定会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怎么找到这些片段的？在他们 cooking show 里面一集一集找咯。你一整晚都在剪片，有没有睡到觉？我已经很多年都不够睡了。你都已经这么忙了，还花这样的时间帮我，我要怎么报答你？你说呢？帮你做你就做嘛。不用，请我吃大餐就可以了。那是肯定要的。快点把 video send 给我，快点快点快点。OK。啊，哎，记得不要直接发给 Mr. 法西，要发去公司的 group chat 里面。为什么？你发给他一个人，感觉就好像在挑衅他。如果比武，就叫单刀直入；可是发去 group chat 里面，就好像放飞镖，远远你射得到他。然后你可以说：“我只是想分享好看的 video 给大家看而已嘛。”你真的太聪明了，你真的是我偶像。爸爸，早，昂哥，累不累？还好。哦，对了，我买了豆腐油条，一起来吃吧。啊，你们吃吧。你再不喜欢吃甜的。不好意思啊，没关系，你想吃什么我再去买。哦，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就好了。珊娜，阿嬷给你做咸豆花。我要。甜豆花怎么变成咸的？你很快就知道了。妈，这个普普通通的豆花油条早餐被你改造过后，完全变成那个样子，外面是买不到的。都跟你说了吧，阿嬷，给你个赞。珊娜，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大家早。哇，早餐看起来很好吃哎，是阿嬷做的吧？啊，对了，这个是表表特地买给你的。是他买的。哦，是阿嬷，我对这些东西不是很熟，所以我去问了很多人，去很多地方才买得到的。那天神灯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现在完好如初，大吉大利，神明肯定会保佑我们的。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常家的香火是不会断的。花了嘛？小妈，反正小孩子不是故意打破灯的，你就看在表的诚意份上，不要再生气了。家和万事兴嘛。我怎么会跟小孩子计较？我没那么小气。我就说了嘛，我的阿嬷哪有这样小气的哦，小一个啦嘛。今天神灯恢复光明，这是好兆头，大家一定会走好运的。对了，厨房里还有一些豆花油条，我去弄热它。啊，阿嬷不用了，你做的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都是好吃的，我帮你。你看看，多么会做人，难怪你狗会被他压得死死的。如果我有他一般的聪明，就不会整天给 boss 针对了。你不要学他，好好做自己，我才不要跟油条做朋友。#做自己。Hello，excuse me， 我还在这边呢。来吧。哎呀，你真的是太厉害了，随随便便就哄到阿妈这么开心啊！就是啊，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哄人开心嘛。我知道。哎，不过如果你可以扫扫地、擦擦窗、洗洗衣服，阿妈一定会更开心的。
这些不是你的工作吗？是，平常是我做的吗？我建议你休假，你就做做样子给阿妈看，让她开心一下啦。我每天去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做样子给人家看了，休假的时候就不能放过我吗？知道你很累，哎，你就随便做一下嘛，不要认真的啊，让阿妈开心一下啦，要不然整天你做的。可以啦，做一下啦，可以啦。啊，好了好了，不过我不要用扫把，我要用吸尘机 ，wireless 的。wireless 啊，很贵嘞。你以为我是叫你买给我吗？我打扫只不过是做样子而已，到最后用吸尘机的是谁？阿妈。你偶尔也要孝敬一下老人家，不要让他那么辛苦。宝宝，你真的太懂得为人着想了，可惜啊，大家都不理解你，害你受委屈了。大家都不了解我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懂我。我当然懂你啦，谢谢你啊。现在你知道我爱你啦。我也爱你。还要考虑吗？当然是买这一台。BB，这2台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是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啊？哪里一样？这个设计美观，一看就知道是高级货。会吸尘就好了，高不高级应该没有关系啦。反正都不是买给我用的。你要买哪一台？你自己选吧。哎呀，你看我都忘了，我们是买来孝敬阿妈她老人家的嘛哈，就听你的，买这台我就买这台。这样才乖嘛。我想再去逛逛，你好了扣我。亲爱的，这么巧啊？怎样？看来你过得不错哦。那个就是你现在的男人，我看也是暂时的吧。到时候找到好码头，肯定又会玩失踪。你还欠我2个月的赡养费，都还没有过账，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反正都有人养你了，我为什么还要拿钱给你？你自己多保重吧。你不给我赡养费，你不准走。喂，放开呀！干什么？世娟不要！兄弟，碰到我算你走运，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宝贝啊，你的前夫真的很烂，分手了还说你那么多坏话。你放心，我是不会相信他的。真的很后悔。你后悔跟我在一起？我后悔3年前没有认识你，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老板，我一定可以给你过好日子的。尚君，你以后会给我过好日子的吗？当然会啊。那你一定要努力工作赚钱养我。我一定会的，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现在每天都像一个小蜜蜂，很快就变成一个大蜜蜂了。boss 应该有看到那个 video 吧？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怎样。早安。早安。世界末日到了。谁的末日？节哀顺变呢。先掉，你家里出事啊？你家里才出事呢。我那个咯叽咯叽咯叽都不会笑的男神跑去哪里了？看来 boss 是喜欢这种嫩妹型的女生呢。
竟然敢摧毁我男神的形象，我要消灭你！我好想进去哦。你也想进去教训这个嫩妹吧？我好想继续看看是什么样的美食让boss笑得这么开心。你们看，我不想活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看，这个年轻的小美眉肯定是做了早餐带来给 boss 吃。你看 boss 吃的这么开心，肯定是好吃喽。接下来 boss 就会让她卖锅。卖锅？当然了，这种年轻的小美眉最适合当主播了，让她卖锅才有看头啊。对对对，绝对是为了卖锅，confirm不是拍拖。喜悦，换你节哀顺变吧。难道我的噩梦真的会实现？我真的要被炒了？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没事啊。自从上次你来公司，差点放火把公司烧掉之后，你爹地已经规定你不准来公司了。哦，那时还不是因为要抗议爹地和妈咪离婚，我才调皮一下。现在我长大了嘛，不能来参观一下吗？零用钱不够用了，需要多少？不是钱的问题。连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又闯了什么祸？你要先答应我不告诉爹地，我才告诉你。难怪舅舅会变得这么啰嗦，原来他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听话啊，但是我只听某些人的话，比如我最好的表哥。快说，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小事啦，你只需要和我走一趟就知道了。警局、医院。找人卖锅而已吗？需要这样亲密吗？我长得像垃圾桶吗？要是我猜错 ，boss 真的跟嫩妹拍拖，然后顺便让她卖锅，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你哭一下就好啊，别太想不开啊。难道 boss 真的看了我的 video， 想要把我给炒掉？你会不会想的太多了？不让你卖锅，不代表就会炒掉你的。你放心吧 ，boss 不会炒掉你的。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 boss 会让你去卖锅子，负责促销呢？因为我是新人，他想要测试我的能力。错，你想想看，我的厨艺比你好，新街的口才比你强，他会选你，就是因为要补偿你咯。补偿我什么？你忘记了？你好好想想看。boss， 你找我啊？你之前弄脏我衣服的事情就这么忘了？那件事不是解决了吗？什么时候解决的？你叫我将功赎罪，我就去找羊骨汤给肖总享用，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就决定和我们合作了。那不就是将功赎罪了吗？所以你就因为这件事情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立了大功？没有没有。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奖励你呢？不用不用。我什么时候说你已经将功赎罪了？你没有说，是我自己以为的。那你要怎么补偿我？我不知道。OK， 既然你求我，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将功赎罪。走。
原价是200块，现在120哦。对呀，超 offer， 对，这个是我们最厉害的。真的买大送小，来。这个是很好的，可以煮什么？来，你哇，现在也要买1然后又送1啊，实在好，真的。去哪里找？对啊，来什么？对，给我一套锅子。哎呀 ，Boss， 我们为什么要计算别人的卖锅记录？计算我们的损失。别人卖锅，我们为什么会有损失？他们每卖出一个盗版的锅子，就会少一个人买我们正版的锅子，这不是损失是什么？今天的记录将会是他们将来必须赔偿我们的数额。哇，你数学一定很好，计算的这么精准。要是有人亏欠过你，一定被你连本带利的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你是在说我斤斤计较，追究你弄脏我衣服的事吗？不是，我是说你做生意一定会很成功。快啦！ Boss， 你肚子饿了吗？要不然我去买一些东西给你吃。专心做记录。就是跟老家乡没有缘分。哇，来了，对了，全家人都可以用啊！啊 ，OK， 好。哎，你很眼熟嘞。 你是不是有跟我买锅铲？你真的是来监视我们的？没有啊，没有。老公，快抓他！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你在怕什么？你终于回来了，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追过来。他们追来了怎么样？他们发现我是间谍，会把我抓去警察局的。然后呢？控告你什么？控告你计算他们卖了多少个盗版的锅子。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事，应该害怕的是他们才对。搞不清楚状况。对哦，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啊？ 那我再回去，我这次会小心一点，不会给他们抓到了。不用了，今天到此为止，走开。哦，你受伤了？刚才被追的时候扭到了。boss， 我不会驾车的。想不到你一出现就夺走我享受已久的自由，突然不知所措。那时候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把我当成乌云来闪躲。
还痛吗？一点点。谢谢你关心我的脚。我是害怕你骨折，因为工伤很麻烦的。哦。老家乡。boss， 你也喜欢吃老家乡啊？不好意思，请我吃的，谢谢你们。我其实是想要买很久了，可是都一直买不到，今天还有的吃，真的太开心了。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慢慢看着夕阳。你想到了？我想起来了，boss喜欢吃好饼。谁问你这个？我是说，那天你为了工作扭伤了脚 ，boss 不想补偿你工伤的损失，所以就给你一个好机会表现自己，当做补偿。这就是他选你的原因。哦，原来是这样啊！现在有嫩妹卖锅子，你就要回去做 logistic 喽。我不要，我要继续卖锅专用金。嫩妹又怎么样了？我一定不会被他取代的。我就做boss喜欢吃的味道啊，这样子他就不会换掉我了。好，那你就好好加油啊。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不是读 finance 的吗？这里好像是艺术学校啊。上楼再说。Miss Tan，Miss Tan， 这是我哥哥 Marshall。哥哥。不 ，Marshall 你好。Miss Tan， 我听 Richard 说你需要和家长见面，不知道要谈些什么。自从 Rachel 转系到我们服装设计以后，其实表现也算是不错的，只是最近她开始不交功课了。我最近比较忙。你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就忙着搞什么 fashion show， 还想要用学校的名义参加比赛，而且还拉拢你一班同学跟你一起胡闹，连累他们跟你一起退步了。Miss Tan， 真的很抱歉。不用你跟我道歉。Sorry Miss Tan， 我会反省的。你的确需要反省。Miss Tan， 我大概了解了情况，会回去好好跟 Richard 谈，他以后不会再跟你添麻烦了。不麻烦。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上来坐坐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我还是会找你谈谈的。谢谢 Miss Tan。我就知道把你带来一定能解决问题。谢谢你哦，我超帅的表哥。你现在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了吗？我知道我不该隐瞒已经转校的事，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念 finance， 是爹地硬要我念的。那你可以事先跟我们商量啊。跟你们说有用吗？我都知道会得到什么答案。有人曾经说过，读书是为自己读的，这句话很熟悉哦，是谁告诉我的？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你爹地知道之后的表情了。那你就帮人帮到底，帮我瞒着他。我怎么瞒？瞒多久？瞒到我毕业为止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加油！喂 ，OK， 我暂时不追究你这件事。那既然转了学校，为什么不好好念书？真的以为我在胡闹吗？我搞 fashion show 也是在发挥我的创意。我现在就要创立自己的品牌。你爱玩就爱玩，不要找借口。你不信，我就证明我的实力给你看。喂，叫大家在最快的时间内集合，我们搞个 presentation 给 sponsor 看，马上即刻 ，OK？
你又搞什么鬼？我们搞 fashion show 很花钱呢，难得你愿意支持我的创作，当然要好好把握机会。谢谢表哥。安迪，我要3份。OK， 好。The scent of love is flowing, swirling around me. Scent of love and praises you and me. The breath of love takes my heart. 你是我的空气，空气藏着你温柔呼吸。来，小妹好了。呼吸，爱令你暖的香气。来，小妹好了。香气穿过梦幻雨季，等到天空放晴，忘了你。This is our planet。这是我们的地球。这是环境污染，就是因为我们的 planet， 我们珍贵的 planet， 有了环境污染，我们才需要一直环保，呵护我们的 planet。看不懂对不对？看不懂就对了，这才是艺术。虽然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灰败和绝望，可是最后还有希望的。我必须用最锐烈的火焰，燃烧心里的盼望，最后展现的设计会用这个颜色的布料。竟然这么迟了！竟然还碰到衰神，真的是够倒霉。可以请他吃好饼。Boss， 哎 ，Boss， 你要不要吃好饼 ？Boss， 怎么了？哎 ，Boss， 你没事吧？ 小月亮，那时候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把我当成乌云来闪躲，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不寻常的感觉。还记得一开始觉得你很讨厌，到底是谁先动了心，在某一天不由自主想你，想到入眠。不管晴天还是雨下一整夜，只要能与你喝杯暖暖的咖啡，想环绕你的世界，别怕刮风这天，对的人在身边，就别管对的时间。你说过你的心暂时打烊，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慢慢看着夕阳。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想唱。